费了千辛万苦我爬上去了。那布偶离镜可真够吓人的。我虽然害怕，可是我当时我脑子啪我一想，哎，你瞧我想到谁了？你别给我废话，捡重点说。完了我就心一横眼一闭，我就把他给蹬上来了。蹬上来我就发现他身上有这么一玩意儿，我说这什么呀？我当时想了，老胡你在龙里迷窟的时候，你拿着那蚊香玉的时候你不闻了吗？我也闻了一下子，没味儿，我就拿舌头舔了那么一下。哎呦，你别说，我这么一舔，我发现了，就这玉它绝对是块古玉，好东西。再后来就麻烦了，我这舌头就钻心的痒啊，我就说不出话来了。到最后我逮什么？我以后要再逮什么顺什么。哎，那我就歇菜吧你啊！你这破盲顶能改，我胡子上倒着写，是吧？杨三郎，我觉着吧，这某些人他就是不长记性啊。等回了北京。
哎，你说这献王这老头也挺不要脸的，就这么一破石门，还起名叫天门。别瞎说，这天门可不是普通的石门。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这应该是献王老儿师姐升仙登天用的。而且在灵智里，这种天门一般不会上锁。不上锁？为什么呀？看来他对自己陵墓的设计十分自信，他相信不会有人猜到这献王地宫就在水下。得嘞，那既然献王都给咱领门了，咱就别客气了，进去。小心点。你说这门要真没有锁，真不知道该怎么弄。哎，杨参谋长，你们班是？怎么了这是？如果沐尘珠就在这扇门的后面，咱们进去之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活？杨参谋，你这是怎么了？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现在还有顾虑了？哎，你们族人找了多少年这种人，现在终于到门口了，还犹豫上了？放心，有我们俩在呢，不会有事的啊。珠子不在里面，我们一直陪你找到为止，而且不会出问题。对，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杨参谋长，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咱们现在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对吧？再说胖爷我，只要是认准一人当兄弟，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而且有了你这事儿以后啊，我们俩还觉得挺诚实、挺好玩的。人就得快乐，多快乐一天赚一天。这比多自然好玩多了，赶紧的。这献王老头也够奢侈的啊！哎，屁大这个地儿，他还造了一桥，还。这应该是三世桥，代表人的三生三世。在古代传说中，人死之后化仙升天，便要先踏过这三世桥。只有摆脱世俗的困扰，才能够脱胎换骨，遨游太虚，做一个神仙。这些名堂你是懂得真不少啊！看来这个献王老儿一心成仙啊，连这古墓的灵智都是按照道家成仙的风水格局制定的。如果没猜错的话，过了这三世桥，就是地宫了。那咱就别慎着了，咱赶紧抄到老巢去吧。你们先走吧。
小心点啊！怎么了？高，实在是高。不是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主吗？那不是上面有玉吗？哎，老胡，你慢点走，别晃啊！我去，太高了，这地形。慢点儿。 小心啊！我上会儿，太高了，太高了！你慢点儿，慢点儿。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 小心着！这么长，可算到了。哎，这里有怎么3口棺材？这还掉了一个，这什么路数啊？这棺材木料不错啊，这小伙子腿都不好使了。这棺材什么料？有乱炮。这口棺材没有走漆，从纹路的走线上来看，它的木质极为细。这是什么木头做的？印子木。 这种植物在深山老林被阴冲，常年不见阳光，而且几百年年轮才会长一圈，是非常罕见的木料。印子，哎，我好像听陈瞎子说过，青铜果，印子棺，8字不印，勿靠近。对，就这句话。青铜果，印子棺。 我说我一进这儿，我就觉得这3口棺材透着个妖劲儿呢。怎么了？怕了？杨三妹怎么说话呢？胖爷，我什么时候怕过？啊？不怕你腿软什么呀？我那是恐高，那是生理反应，跟那不是一码事儿。哎，老胡，我可听说了啊，按市场上的行情，这棺材要真是印子木做的，那可比黄金做的可贵多了。 黄金啊，10口黄金棺材也换不了这1口印子棺。有个名目，叫做印木断银8寸板。看看这棺材板，如果不是万年的印子木，怎么可能有这么厚的树芯儿？万年？就算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没混着这么个待遇，就是因为在汉代这玩意已经绝了。现今啊，没有人能找着这么厚的木材。 哎，老胡啊，如果这棺材这么值钱的话，那我觉得献王的真身肯定就在这棺材里边了。要不说，咱把这棺材跟献王一块带回去，是吧？这样的话2全其美啊！杨三宝，我发现有的人还真舍不得这批斗大会啊。没，我就开个玩笑，你当什么真呢？你胖子，你别品了。老胡，
这3口棺材里面，哪个才是献王啊？剩下的这2具里面，到底都是谁啊？我现在也摸不着门道。青铜果在灵智中也属异类，一般大的罪人，或者得了传染重病的贵族，才会被铜果封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入殓之前出现尸变的迹象，为了防止尸体破棺而出，这个铜果下了9道重锁。应该就是为了防止尸变。至于这里边躺的是不是献王，我也捏不准。看来，咱们还需要继续找找看。哎，老胡，你们过来看一下，这棺材明显比那俩棺材短一截儿。我琢磨着，这是不是献王的儿子呀？啊，还是一小少爷，没念完初中就给他老爷子陪葬？不可能，虎都还不识字呢。我没听说过是用自己的子女做陪葬的。杨他们说的没错，这里边肯定不是什么王子王孙。之所以这个棺材这么短小，很有可能里边放的不是全尸。不是全尸？那怎么着？就跟冰箱里放猪肉似的，装一半留一半。时代不同，葬式也不同。春秋战国的时候，有种拼之葬，就是把不同的尸体拼在一块儿。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拼之葬的石棺。看这上边，材质是一种罕见的良石，性寒如冰。看来躺在里边的尸体，生前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既然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哪个里面是献王，不如3个都开了吧。大气。行，只能用排除法了。胖子，哎，把蜡烛点上，就从那口印子棺开始吧。得嘞。哎，老胡，以前都是你立即定位，今儿胖爷我给你露一手啊。24为肩，68为足，左3右7，带9履左3右7，这个墓的东南角应该就是这边。哎，你怎么知道的？对，这边，东南角，没错，就这边啊。你那个啥卡搞好久了？这噻，洗已经制准了。我们这回出来，兄弟们死了死，伤了伤，就连组长也。要认的，我们就不该追进来。最惨的是，我们还被困在这里，人没得干的逃得出去。咋了个？我们干了活得出去呢？要是跟了他们3个外族人，我看哪个都难活。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
我是看到你留下来才留下来的。我留下来是为了带你们发笔大财。啊！赵老哥，你说清楚，发哪财？你晓得他们为什么要下水吗？不是说他们个找什么草油吗？这种话你也信？他们下水，一定是因为水里面有传说的宝藏，他们3个就是贼，是想偷宝藏出来发财，所以才费尽心思来指点。不如我们进他们的手，拿到了宝藏。我跟你们说，老胡，你说这3世桥代表献王的3生3。I wanna be the best in the game, invest in my name. Check no restraints, I'm obsessed with the pain. I ingest, I retain, assess and I change. Possessed by the thought I'll be free one day from society's restraints. Money, clout and fame, mud, disease, a plague. We all love to hate, have to play the game, have to make a name. All our insecurities are on display. This is war with the enemy, think that it was meant to be. Living in a time where disease is on every screen. I won't let them fester me, I know most are festering. Negativity is a plague for the mentally weak. No mercy, all I got is working. Never stop searching, never quench the thirsty. I'm toxic and psychotic, with this logic you can't stop it. It's been chronic since I was a boy, so neurotic and chaotic. Built to last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change the past with all I'm achieving. Got my foot on gas, never stop competing. If you break like glass, then this life's gonna eat 'em. Make mistakes real fast, then you learn how to beat 'em. If you take off the cast, you can see all the healing. If the pain's in the past, move on from the grave and put your foot on the gas. No, never stop competing, yeah. I've been doing this, I'm on it. I just wanna be iconic. Sipping on a gin and tonic, got me going off when I'm on this topic, yeah. If I ever play, I want it. You know that I'm always honest. Stay away from those who are toxic. Keep them out your face, no way, you don't want them, yeah. Don't try to drain my energy. The enemy is everything. It's mentally, unhealthily, spreading like a rare disease. But I won't let it get to me. I don't need your therapy. I can leave a legacy of leading by intensity. Come on, we can fight this. Freedom is priceless. Spread just like a virus. Living in a crisis. Do you feel courageous? Do you seek greatness? Trust me, you can take it. Go on and take your aim. I was built to last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change the past with all I'm achieving. Got my foot on gas, never stop competing. If you break like glass, then this life's gonna eat 'em. Make mistakes real fast, then you learn how to beat 'em. If you take off the cast, you can see all the healing. If the pain's in the past, move on from the grave and put your foot on the gas. No, never stop competing. 不用怕。黑林鲛人，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啊，这种怪物聚集在深海，专门袭击往来的船只，遇害的人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真没想到，居然真有这种生物。哎，这是不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呀？可这长得跟咱想象的差距有点大呀，这太磕碜了。哎，老胡，首都自然博物馆是不是缺这么一标本啊？没想到你这么有觉悟啊！居然会替国家着想。我觉得吧，你可以搬回去一个，送给自然博物馆，收拾能混成奖状。啊，奖状就算了。我的意思是啊，搬俩回去，捐一个卖一个。哎，杨参谋长，那你说这献王为什么使他当灯用啊？黑林鲛人的油膏燃点很低，而且仅1滴就能燃烧数月，所以古代很多贵族会用它在墓里作为万年灯。可
可这灯什么时候点着的呢？我记得咱进来的时候没瞧见呀。这没什么奇怪的。咱们进来以后啊，改变了这里的空气环境，火融遇空气即燃，所以啊，这些鬼火就突然亮了起来。说实话，你想害死咱们3个人？你要是拿了，就赶快交出来。是这样，我就看有这么个玩意儿，我就拿它看看。我没想顺它，真的。这什么？这是青铜镜，古代。
过来看。哎，这金银童子身上怎么又有红斑记号啊？老胡，你是不是说过，每一盏灯都代表一个尸体？那先王的老王八蛋，是不是把咱们也算上了？这3个金银童子，就代表咱们3个人。别一惊一乍的，自己吓唬自己。我不是自己吓唬自己，你看，这红斑跟咱们身上一模一样，这说明什么？难道是牛尾巴抽苍蝇赶巧了？这不是巧合。这3名金银童子和扎格拉玛族人一样，得了相同的红斑疾病。哎，我觉得杨参谋分析的靠谱。看来这献王和精绝古城的鬼洞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反倒说明了穆晨忠就在献王。啥子？你说他们3个都是盗贼？是呢，我看他们3个包头装的好多工具，一看就是偷上来的。大家好好想哈，如果那个葫芦洞里真有那么多怪物，就凭他们几个能活得出来吗？就我们，无非是想让我们替他们送死，这样好浑水摸鱼，借机逃生。原来是想让我们当替死鬼。哦，这帮人太恶心了嘛！我们不要恶意揣测别人，他们不是那样的人。阿达，你好好想哈，那3个外人一直在利用你爱的你妹，你咋个还能够相信他们的鬼话呢？阿达，我觉得张龙说的有道理，你先听他说完。张龙，你先说，我们应该怎么整现在？要我说，这个水下的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绝对不能让3个外人带走。水性好的兄弟，跟我一起下去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再把那3个外人请回在职。我跟你去。也带我一个。我也好。既然大家愿意，我们现在就下水。你们不能去，我和他们接触过，他们绝对不会是贼。你可是我们真龙寨的人，3番5次你替外人说话，哎，你不会是收了他们什么好处吧？你哦，对了，就是他妹给那3个人指你。张龙，你血口喷人，你要再敢胡说，小心我对你不客气。走，外头浪费时间。走走。我看哪个敢动！老胡，这里还有一盏长生灯。这灯这么大个，肯定是先王他自个儿的。第10盏，这表明这墓里至少有10具尸体。除了先王，还有什么重要人物的尸体会在这墓里呢？如果说这3具棺椁里的尸体分别代表献王的3生3世，那加上他自己的，应该是4具。刚才咱们走过30桥的时候，我发现桥上雕刻的动物都是雌雄一对，说明这是个合葬墓。再加上献王的妃子，这里至少应该有5具尸体。如果这样算来的话，这尸体与长生竹的数字相差很远啊。那是不是献王的老婆比较多呢？行，咱别在这瞎猜了，赶紧开棺啊！找到穆晨珠那才是真格的。我最怕数数了，
老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What？ Number。他的意思是跟你学的。怎么了？这是？啊？有可能是因为年头太长了，加上刚才这个棺材剧烈的晃动，这个链子已经经不住这个通关了。哎，老胡，你过来看，这好像砸出一大洞来，还小心点啊！慢点啊，还有什么机关？ 另有空间。看来咱们刚才分析的没错，这里边不止3口棺材，说不好这献王的真身就在下边。慢点啊！小心！死人！我去，这墓室可真够深的。我去，这么多陪葬品！哎，这青铜的不是？哎，老胡，你看，哎，这降魔杵，这是金的吧？这个啊？ 别乱动东西，万一触发机关怎么办？放回去。啊，我就是随便看看。哎，你说这里面怎么这么臭呢？这是木果木，时间太长了，木头都发霉了。我通了风就好多了。甭管什么木，哎，就冲这些陪葬品，这棺材肯定是献王的，啊！人算不如天算啊！这献王老人也没想到。 青铜果能把这下层墓室给砸出来。不过这棺材是什么材质的呀？玉的还是水晶的？这是蓝色石晶岩，水晶的变种。这种岩石只有在地下叠升岩层中才能形成。石晶岩，我记得古籍中有提到过这种石材的记载。 传说地狱中有种石晶做的石磨，凡是大恶之人坠入幽冥之后，都会被石磨碾压，永无超生之日。这种棺材又称鬼棺，是大凶之物。这献王怎么会用鬼棺来入殓呢？那你的意思是说，献王不在这棺材里？ 哎，要我说，咱先别讨论了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把棺材打开不就完了吗？是吧？这样，老胡，这次我打头阵，开棺的事儿包胖爷我身上。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啊！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你要小心尸变。这您放心，这事我门儿清，您就讲好了。交给你了。
那王司令，劳驾您帮我判断一下，这东南角在哪儿啊？那个，您诚心的吧，杨参谋长？这里面是一圆，你让我哪儿找角去呀？再说了，我都找不着北，我哪知道南在哪儿啊？您就拿您那个指南针，您凑着找找吧。得嘞，就这儿了，从这儿下手，来吧。哟，这手艺不错啊，偷学的吧？你还是不是早就想着谋朝篡位呢？你说我也算正儿八经的摸金校，咱不能辱没了祖师爷的名号，不是？哎，杨大佬，这是什么做的？绊脚绳啊，上面染的是朱砂，防止尸变。如果遇到尸变，开棺的时候就把它拦在关口，这样尸体就不能打弯了，腿脚不能动，它就蹦不出来了。一根绳子就能把它拦住，这没有科学道理啊！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有备无患。哎，变黑了，是被空气氧化的作用。您说过，这石警官虽然是不祥之物，但却可以在完全密闭的情况下，完好的保存尸体的原貌。哎，你看。那献王的眼珠子怎么没了？好像是被摘掉了。这眼睛上有被施过弯形的痕迹。古代的时候有种刑具，形状像杯子一样，里边有旋转的刀齿，弯在眼睛上一转，就可以活生生把一段罩子给挖出来。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把献王的眼珠子给剜出来了，谁这么大胆子？哎，你们看，这古尸的头颅有明显被。这骨头架子是拿黄金补上去的吧？这骨架和头颅不是一具尸体的。看来不止2具。对。
看这下肢、中段还有脑袋，根本就不配套啊！这一看就不是一个人身上的零件啊！这不奇怪，这只是献王老儿妄图成仙的一种手段。这具尸体叫做银骨，古时候有种说法，想要得道成仙，必须脱胎换骨，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找到自己前3世的尸骨，埋于阴血中，当作银骨，以便向天地明示，自己已历经3遇，足以脱胎换骨。这样一来，想要得道成仙就有指望了。你的意思是说，这银骨是由上面3具棺材中的尸骸拼接而成的？我看这头骨的保存状况，挺像是那口极品印子棺里的东西。还有这身子中段，骨头已经烂没了，不得不拿黄金给接上，8成是那口石棺里面的残骨。那这下肢我要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个青铜棺椁里的吧？啊，挺聪明啊。那是。还有，这脑袋上没有眼睛，胸骨上少了几根肋骨，腿上全是淤青和黑痕，说明这3个人经历了3遇的酷刑，分别是挖眼、掏心和夺魂。啊，那说明这银骨是替献王代为受过的是吧？哎呦，要说这哥3是真够倒霉的，你说死都死了，还让人五马分尸、刨坟掘墓的，哪说理去？这银骨不是献王，上面3具棺材里面也没有献王，这献王究竟在哪儿？梦幻新诛仙，好玩能上天。梦幻新诛仙手游邀您继续观看云南虫谷。畜生都死了，难道新主张的只有我？难道你不想就孔雀了没？原来也有吧，阴差阳错，
咱找着献王的棺椁了，谁成想啊，这一下把4个棺材都给排除了。哎，你说献王的老狗日的，他能藏哪儿去啊？啊，难不成真成神仙了，在上面待着？胖子，啊，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什么了？你说上头。胖子啊，这回记你小子一功。不是你们说什么呢？啊？这件木椁的银骨要在地狱替献王收过，也就是说，这件木椁代表的是地狱，上面3具棺材的墓室代表的应该是人间。由此可以推断，墓室的上面一层应该还有一层墓室，则代表的仙山，献王真正的尸骨就在仙山上。你们的意思是说，这上面还一墓室？既然下面有银骨，那么必定分为天门和地户，是龙氏潜伏待起。这是一个虾尾、蟹身、金鱼眼结构的3层水墓。那么这献王棺椁的位置，一定与中层墓室的玄关，以及这木椁当中的银骨，成一条垂直线。那咱等什么呀？赶紧上去吧！稍安勿躁，组上有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之前答应孙教授了，咱们不破坏文物，所以。
这些雕像在盯着咱们呢，好神哎！杨参谋长，你给长长眼开。这雕像的眼珠子是什么做的呀？